打呼和肥胖有关系的吗？一些瘦瘦的人也会打呼，其实他体内脂肪是高的。对。doctor 想问你啊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拍摄熬夜了之后啊，有一天啊，我比较想吃这个甜食的对。但是我又在节食，我又怕胖啊，为什么就熬夜了之后会想吃这些甜的东西？这个是自然反应。因为我们的大脑一旦它受到压力，尤其是熬夜的时候，它这些压力荷尔蒙呢，会让我们的大脑直接的启动肠胃的一个蠕动，就爱吃东西，比较快饿。对。同时呢，这个大脑的一个形成呢，也会这个压力的形成也会导致这个胰岛素升高，来让我们身体修复，其实都是在一个保护状态，而去让我们身体有这个反应。是，所以很多时候肥胖呢，在背后的因素其实是身体的自然修复状态来的。就是甜食的话，是不是因为身体很压迫了，所以我要开心一点，所以就要我吃甜的东西，吃甜的东西会开心。开心，对啊。肥胖要讲，其实就是身体的自然修复能力，而导致整体的肥胖。所以很多时候它是让我们舒服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突破不到，就是一直在舒服的区域里面。但是我们理解它说，我们就要逆这个状态走。对就好像一些动物啊，冬眠的时候啊，就囤积很多的脂肪，然后保护自己。对如果我们一旦做错的话，反而就害了自己，对不对？想问一下，打呼和肥胖有关系的吗？因为我发现到肥胖的人比较会打呼的OK， 就要看你的肥胖是身体里面发炎肥胖出来的，还是那种 QQ 肥胖的。就比如说小朋友，一般他们不会打呼。因为他们体质里面其实是健壮的，他们只是皮下组织比较多脂肪。但是如果是肥胖是体内的，比如说你的脂肪堆积在里面，尤其是内脏脂肪，然后同时也会让我们的肌肉减少。所以打呼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呼吸管道它比较狭窄，对，很多脂肪囤积在周边，然后这个呼吸管道的肌肉也比较弱，所以变成它会有打呼。这是属于一种发炎的变化。是发炎变化。对，所以打呼呢，并不是一个普通事，可能就是要可能去见医生，还是就是要注意了。我们确实看过很多案例呢，肥胖而有打呼的同时呢，它会提高这个血压高、心血管疾病的，所以它针对它的这个体内的高度发炎的状态去修复、去改善，它才能解决它的问题。所以一些瘦瘦的人也会打呼，其实他体内脂肪是高的。对，并不是说他肥胖一定会，对，也是要注意。熬夜会不会也让这个脂肪比较容易囤积呢？确实。因为熬夜呢，基本上就是身体正在应付这个压力我们就让身体应付那个压力，所以基本上它就是让身体产生很多荷尔蒙的变化。对所以当有这样的现象呢，脂肪赖在这个肠胃或者是在这个腹肌，其实就是身体自我保护。假如你过剩运动缺乏，我们都会觉得肌肉不结实啊，可能皮下比较多脂肪，但是它不会囤积脂肪在这边。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，如果一个人囤积脂肪这边，它是一种发炎，它是一种荷尔蒙的代谢问题。哇，这样很惨你看如果我熬夜了那这个脂肪比较容易囤积了吧，然后第二天就喜欢吃甜食，又在加重了。对，就变成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